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D 的小江老师。那我现在已经超过40岁了。40岁有什么变化呢？就是你的身体会有很多的变化。首先呢，我戴的这副眼镜已经是老花眼镜，因为我最近发现眼睛好酸哦，原来是我老花了。然后度数减少，所以我原本的眼镜那个度数太高了，然后就让我的那个眼球非常的疲劳。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眼睛变老，除了眼睛变老了，连钢弹都变了。就我们小时候看电视那个 W 很帅，你看那个飞翼林是怎么帅，飞翼的朋友都这么帅，神龙重武传都这么帅。然后你看 G 钢弹那个神钢弹有多帅，连闪光钢弹我都觉得他是帅的。那更不用说那些经典的 RS782，你看这个 RS782 力钢弹、牛钢弹，那这些钢弹都这么的帅，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什么特征？钢弹脸。跟 V 型的这个特征，虽然每一只都好像长得很像，但是每一只都不一样。可是你一眼就会觉得它就是钢弹。可是近几年呢，真的是从我最后一部看的那个动画，就是那个 Seed， 然后看到 Seed Destin， 那时候我觉得攻击自由跟无限正义真的是帅爆。接下来到那个谁 Impulse 脉冲脉冲就有点不行。你有看过脉冲吗？我没看过，你没看过但我知道麦虫完蛋。然后到后来真的是差点晕倒 ，Double O， 你们叫什么？叫00啊？对吧？00O，小时候我也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对，然后他那时候出来的时候，我过了好几年我才能接受那个 EXIA， 我都叫它 Asia， 我也不知道它正确的发音是什么。那时候我已经好不容易接受它这个状态了，结果它出来就是它 GN0000。加 GNR010，就是这个，它的这个飞机啊，这个倒挂，或许是一种很前卫、很潮流的设定。可是我小时候超爱这台。对，我相信很多8年级、9年级的同学都很喜欢这个，所以这就是时代的转变，就代表说，我们老人家的口味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嘛。为什么我前面要讲这么多了？讲到这里，我们今天终于要回归正传，我们要来讲水星的魔女。以前我会追动画，就是像 W 啊，像 G 啊，像 Seed 啊，然后 Seed Destiny 啊，我都会很期待他们什么时候要更新下一集。为什么这一次会来介绍这个水星的魔女？我这一盒买回来放1个月了嘛，放蛮久了，很久了吧？一直到这个礼拜第1话上映了，然后我第0话之前也看了。第0话最经典的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魔灵钢弹，它是出生的钢弹，所以他不敢觉醒，不敢醒来，不敢认识这个世界，结果竟然被一个4岁的小孩叫醒。那叫醒了以后，他跟他的这个协调性、协调率竟然达到了100%，所以那个小孩子这样比了1、2、3，然后他就可以直接干掉3个人，真的直接干掉，超猛的。但是第0话呢也很悲催，那个时候他生日嘛。那他爸爸为了保护他们，因为终究他打不赢敌人，就是打不赢这一台，我也不知道这台叫什么钢弹，BEU 怎么念 ？BEU， 这是法国的钢弹了，伯格汉堡钢弹。反正他老爸呢，就是把这个刻痕开到4档，让他的这个钢弹的所有的极限爆发，然后跟他缠斗。那最终是被他刺死了嘛？那一天他女儿生日，所以他在被刺死的时候呢，还唱了生日快乐歌，那就是世界上最悲催的生日快乐歌。一开始这么感人的剧情以后，哇，第1话果然没有让人家失望。第1话风灵钢弹出来，那风灵钢弹出来以后，我跟你讲，一开始看到你真的会觉得，靠，那是钢弹吗？真的是买不下去的钢弹。但是就在他跟那个学校的盟主，就是格斗的盟主 PK 的时候，结果他这个盾一放射出来，秒杀，然后把它截成好几块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你突然觉得哇，风铃太帅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要来制作风铃钢弹。前面讲这么一大串呢，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，钢弹的演变，还有口味的演变。毕竟机械设计师他不是服务我们一个人，
它会随着时代去改变，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机体的转变成什么样子。那你们知道叫食物要叫什么送吗？ Uber 最近不是叫食物都有那个叫 Uber 送，你有看过吗？你有看吗？你没看过？没看过，我们年代不同吗？那 YT 每天广告都是叫 Uber 送，叫学长学妹送。叫 Panda 送。我跟你讲，买模型你就要叫就送，你知道吗？叫就送，你知道叫就送是什么吗？就是叫乔老师送。如果你缺什么钢弹，你就去他官网，然后叫就送，然后他就会送到你家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去下单，现在就等就送风铃过来给阿志做。我们现在把风铃拿出来交接给这个阿志。为什么风铃这么大箱啊？是不是惊死人哦？哇！勇者王的锤子，乔老师帮你加码，这么厚，对，好，就这一只。哇，还有一只哎，这要全部做完了呀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们这一只顺利完成，然后没有用到这一盒沙漏，对，我们做完这一盒，这盒送给公公收走，好不好？哦，爽了哦！我也要抽，你要抽，这台就你做了，你还要抽？哇，彩色的说明书，对啊，我们这次来挑战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以前我们都是速煮快攻，这次让阿志练习做出这个盒面的斑驳感，然后这一次挑战这个速攻加斑驳旧化。那我们一样用计时，就是看还会计时，看阿志到时候是做多久。那你们等一下就是等到我们说可以开始拆的时候，你们拆，那你们就有机会得到这一盒。那我们现在就让阿志开始制作 ，Go！这样，有我要去 happy 了，这是一个人用，拜拜。反发包，对啊，反包包啊，你让我发包这么多次，对我就帮你一次，对明天好好去享受。那你要去哪里 happy？我要去拿玩具，你买什么？我买什么？买一些材料。明天带来看。哦，啊。
好，我们现在4岁的阿志哈，目前白色这个斑驳感其实做的还不错，就是有一些很清晰的斑驳，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很突兀，就是整个看起来蛮舒服的。但是目前他现在，毕竟他只有4岁，所以他这个蓝色的这个斑驳感，就不小心把它全部喷好喷满。那遇到这种状况呢，我们其实这个遮喷板还有一招可以把它的这个斑驳感做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它原本这个蓝色的底色，然后稍微调的稀一点点。那现在它这个里面是原本的这个漆的浓度，我们把这个浓度呢稀释大约1半，让它变得很浅。再来呢，我们用速洗的方式，让它在喷杯里面变均匀。那现在把气压好，我们现在把气压稍微再降低一点点。好，那气压按下去，本来它在1.8、1.9喷，我们现在让它按下去以后呢，大约是落在1.3到1.5之间，让气压降低一点，就在1.5以下。那我们现在先感觉一下，如果你薄喷在手套上，它的透明度跟浓度的感觉如何？哦，那像现在它的这个状况，就是不会完全盖掉，所以这个浓度、这个稀释度是 OK 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遮喷板放到你想打这个斑驳的位置，轻吹。轻吹的意思就是轻轻的，就这样打上去，那这个斑驳呢就会扫上去。OK， 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淡淡的斑驳。那我们先把这个淡淡的这个斑驳处理完以后，等等再教你们下一步怎么做。那经过我们刚刚的教学呢，我们现在就可以让4岁的阿志继续进行斑驳喷涂的动作。好可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斑驳感终于做出来了，但是呢，有一点点跳。那这个跳呢，我们现在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叫做 filter。那 filter 的中文叫做滤镜。滤镜呢，就是让这个深跟浅，我们用一个东西去把它带柔和一点。那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，它就不会那么跳了。那做滤镜、做 filter 有很多个方式，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，就是把这个它一开始的这个浅色的蓝稀释到1/3甚至1/4，非常非常的稀啊，就好像一层透明蓝，薄薄的透明蓝，把它薄喷，然后它就可以带出好像有点斑驳，可是又有点柔和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觉得这样子讲完，以阿志4岁的智商，应该就可以执行了吧？哇哦！
被洗完的同一个色阶，所以。我们现在先开始猜时间。我们4岁的阿志啊，这次用了15个小时叉分完成了这件作品。那你们现在开始猜叉这2个数字是多少？猜中的我们就送 HG 风铃钢弹，卖到全部的市场都缺货 ，HG 全部哦，买不到哦。你去露天虾皮，去每个模型店都买不到。开始猜哦，那中了就是你，我们还舍不得沙漏。那我们可以看到阿志这一次啊，虽然他只有4岁，可是呢，他做了一个这个斑驳的涂装，然后再加上用wash去融合，最后呢，再点缀性的放一点吊漆上去，它就可以让一个这么便宜的一个机体，这么便宜的一个套件，变得非常的有质感哦。所以说，透过一些小小的技巧，我们就可以让整个涂装啊，这个丰富跟可看性变得很高。你可以看到，即便没有wash的地方，可以看到有些斑驳，然后再透过水贴的融合，那有一些有wash的地方，像这种装甲的衔接处，有一些脏污会累积在这边。那它最后呢，再搭配一点这种小小的吊漆，跟一点点留痕，整个质感真的是加分很多，绝对会比平喷好看非常多。那这种斑驳的涂装啊，其实你可以在很多的这个和会看到，然后还有就是最近那个叫什么激战同盟还是激战联盟？激斗同盟，激战同盟，反正就是最近的那个 PS5 很红的那个 SD 的那个电动，它也大量的使用了这种斑驳技巧。那这种斑驳我们前面有讲，你要用的明显一点，像电动那样子，你就是跳一个比较颜色跳的断差比较大。那你如果要它柔和一点，你可以跳浅一点，甚至是用后面滤镜，有各种技巧去展现。那像这一支，如果最后你想要它再增加一些亮部的表现，你一样可以使用这个斑驳的这个蚀刻片，再去打一点高光出来，斑驳的高光。好，那如果喜欢这个产品的朋友呢，你可以去下方的资讯栏，我们有这个购买的链接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现在就让阿志公布这一次到底用了多久的时间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哇！